左手深圳，右手香港，这条街就是著名的中英街，一街两制，其中藏着多少秘密？今天我将再次探访深圳与香港交界的中英街。在深圳地铁里有很多这样的 3D 广告展示柜，立体效果非常明显。坐车抵达中英街附近，看到一家外币兑换店，感觉现在对港币的汇率不错，于是换了些港币。现在我家实行的是多元化外汇储备配置，涵盖货币种类多元，如美元、欧元、日元等10多种，组成一篮子货币，整体金额已超过等价2000元人民币。另外，我家实行紧缩型货币政策，严控支出和赤字，家里奔驰加油从95降到92，厕纸从每次4节减为3节。臭豆腐要买大份还是小份，都要回家先开个董事会。中英街现在已经取消了预约纸质证件，在网上填好资料后，可以直接凭身份证进入。中英街属于边界管制区，曾经是闻名遐迩的购物天堂，所以被吸引过来的游客数量还是挺多的。这里就是中英街的入口，黑色的石碑上刻着中英街界碑，以中间这条窄窄的路为界，左手边是深圳，右手边是香港。大家从视频里也能看出来，左右两边的商铺风格明显不同。深圳这边主打高大上，装修考究，门头新颖；香港一侧主打怀旧，房屋低矮，招牌古朴，各种蓬布生出。如果说中英街深圳一侧代表着21世纪，那么中英街香港一侧仍然停留在20世纪。两边的商铺都主要以港货和进口商品为卖点。我个人觉得化妆品应该是销量最大的品类。路边的广播不停地播放着一条警示，提醒游客们不要购买大幅度低于市场价格的卷烟。从这条警示应该可以看出，在中英街购买卷烟商品还是需要慎重。位于第4号界碑旁的古榕树已有100多年历史，树根长在深圳一方，叶枝覆盖香港一方，构成根在祖国，叶附香港的奇妙景观。我们在中英街香港一侧购买了一些饮料和零食，主要是香港生产和海外进口，对比国内的产品，它们的价格还是要贵出不少。香港一侧的商铺支付全部都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。中英街上有一个武警的岗亭，旁边竖着许多边界警戒区严禁越界的告示牌，显示出这里的特别之处。远处还有你已进入香港境内的蓝底白字标识，那围栏的后面就是香港了。我方武警岗哨前还有香港警务处的2个告示牌，一个是提示进入香港必须要有香港身份证和禁区通行证，另一个是提示如无合法理由进入或逗留香港，你可能会被拘控。我很自然地在心里默默续上一句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如果你开口说话，那么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。像我这种中年小伙，香港的警匪片早已进入记忆深处，许多台词如数家珍。从中英街2个商铺中间的缝隙可以窥视到香港的一角。中英街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也不只是这里，春节出去旅游哪里人都多，新买的羽绒服旅游一趟回来羽绒都板结了。看到一家手表店，我忍不住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心路历程。我以前一直认为奢侈的机械手表走得不准，还需要定期保养，简直是智商税。但后来我通过手表的兄弟手指似乎洞见了商业的真谛。手指擦响的面积其实很小，你也许觉得大部分都浪费了，但是实际上手指有2个功能，第一个功能是擦响，第二个功能是擦响的时候不让你的手沾上翔。所以你觉得被浪费的那部分手指实际上发挥了更大的价值。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真正的洞悉需求的真谛。我们再引申一下，你不要认为现在给我的视频打赏个10块8块的就是损失，实际上你的打赏满足了你的2个需求。第一，每个人都有想当榜一大哥的虚荣心，装叉是人生最大刚需，付出小小的代价就能享受副歌体验。第二，你看我的视频都看到这个进度了，说明我的风格很对你的胃口。现在自媒体不好干，大多都在温饱线上挣扎，再看不到一点甜头，我可能就去开滴滴或者干代驾了。我不更新，你的手机可能就只有练瑜伽和泳装视频，你的视频内容生态就会变得单一化，也容易导致前列腺钙化。你给我打赏个10块8块，再加上另外一个冤大头，就给我凑出一碗猪脚饭了。我干完猪脚饭就能继续干视频，你就能看到下一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百花齐放得到了保证，
你的刁钻需求也得到了满足。听完我的分析，你不要怀疑，因为我比你自己还了解你。视频打赏，利国利民，功在当下，利在千秋。现在就请你动动发财的小手，进行一次独特的价值投资。温馨提示：打赏量力而行，最高不要超过10万。言归正传，我简要介绍一下中英街的历史。中英街原名路慈径，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而成。1842年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，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。1898年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署，英国强租新界，看界人员在沙头角树立界碑，将沙头角一分为2，形成了中英街。照现在两边的区划来说，中英街这个名字已经有点过时了，叫深港街应该更为贴切。但如果考虑历史渊源和对后世的警示效果，这个名字值得永远保留。中英街是中国贫穷落后、外国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重要历史铁证，也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，提醒人们牢记中英街屈辱的历史。走到中英街的尽头，看到一片浅浅的海湾，远处的山峰形成一道屏障，海风轻拂，海面骤起万层波涛。我坐在海边的石栏上，2个年轻的兵哥哥骑着自行车驶过，这让我莫名地回忆起我的青春和一位故人。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，他算是我的同事兼师兄，比我成熟，性格爽朗，感觉整个城市一半人都是他的朋友和熟人。他为人大方，视金钱如粪土，对我各种照顾，经常请我撸串唱 K。在我的眼中，他什么事都能扛住，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不开心，很多时候我都受他保护。后来我南下广州发展，两人渐渐淡了联系。大概10年之后，他在微信上加了我，向我借2万块钱。我内心挣扎了一下，最终给他转了1万。借完钱1个月后就是春节，我在微信上给他发春节祝福，发现我已经不是他的好友了。我没有再重新加他。对于那血本无归的1万块钱，我有一点心疼，但不多。更让我悲凉的是和他的告别方式。当年的他像一位兄长，对我真诚照顾，我无比的信任他。当年的他也丝毫没有辜负我的信任。不知道这10年他改变了什么，但是却因为失去一位曾经如此温暖的故人，让我难以释怀。人生的上半场，我们不断收获一场一场的相遇。我知道人生的下半场将面临一道一道的离别，但这每一次的离别挥手，都凝结着爱与哀愁。游览完中英街，我决定去东门步行街。步行街是深圳人的一个痛点，什么 CBD、Shopping Mall、海滨公园、摩天轮之类的东西，深圳都不缺，而且水准很高。但深圳确实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步行街。就说这规模最大的东门步行街，甚至都不能算一般意义上的步行街形态，只能算步行商圈。许多2线城市的步行街，从观感规划和人气上都秒杀深圳的东门步行街。但这个真不重要。东门步行街之于深圳，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相之于中国。男足是中国的国运平衡器，那么东门步行街就是深圳的世运平衡器。深圳如今在中国引领创新大潮，诞生了许多全球技术领先的巨无霸企业。什么都强，多少会产生一些骄傲。有那么一点顽疾和弱点，也能时刻提醒自己不是万能的。万事都有兴衰轮回，唯有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，才能好得更长远。早就知道深圳东门是网红直播的聚集地，上次来也拍到了许多才艺主播。都说马斯克很牛，我并不这么觉得。他现在热度这么高，随便直播一下，每天就可以搞几万，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机会。我找了一圈，没有找到那些直播的主播，于是问附近的保安，保安说以后都不允许他们在这里直播了。我顿时觉得非常失望和失落。让网红和商圈互相成就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去年我在这里拍到的那位跳舞的女主播，挥汗如雨，也是非常辛苦。她的父亲在杭州当保安，想必她也和我一样，出生于中国最底层农村。我们自始至终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搏一个成功和别人的认可，哪怕我们的能力微不足道，哪怕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，但仍然一意孤行，如飞蛾扑火。我认为各种博主主播和那些影视演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都是在提供精神文化产品，娱乐大家，为大家提供情绪价值，帮大家打发时光。进场打螺丝是在做实体产品，
网络主播是在提供虚拟产品。但是在许多人眼中，网络主播成了好逸恶劳的代表，成了娱乐至死的象征。我们观察和感受同一个事物，角度不同，立场不同，价值观不同，观察到、感受到的结果甚至会有天壤之别。哪怕始终就是你自己一个人，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情绪，甚至不同的姿势，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。如果你用右手摸自己的鼻子，觉得自己的鼻子很小很精致，几乎可以叫鼻若悬胆，那么现在你用左手摸一下试试，你会发现你的鼻子大了很多。接下来你把手翻转过去，再摸一下你的鼻子，你会摸到一副牛鼻子。俗话说人无叶草不肥，东门的美食还是很丰富的。下一集的更新可能会慢一点，过年回家，老家的发小买了保时捷，我最近半个月都没睡好。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